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面对今日以美伊朗的冲突，世人能够有什么解方呢？本集尝试以疯癫人生所蕴含的智慧来尝试解说。欢迎大家。对，欢迎正在收听这场深度解析的你。今天我们眼前有一大叠，看起来根本是两个平行时空的资料，真的那个跨度非常大。一边是热腾腾的2026年3月最新也最血腥的地缘政治新闻，包含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全面的军事冲突，还有随之而来的全球股市大崩盘，蛮夸张的，现实状况非常紧绷。对，但另一边，我们的资料夹里却躺着一篇超深奥的哲学论文，题目叫做《疯癫中看到生命的希望》。这篇论文探讨的是2000多年前的东方哲人庄子，还有20世纪德国社会学大师鲁曼的理论。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就是带你一起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资讯糅合，并且提炼出最核心的洞见。我们想看看古代哲学与现代社会学能不能为这个濒临第3次世界大战边缘的世界提供什么意想不到的解方。这是个非常特别而且挑战性很高的解析任务。没错，不过在我们一头栽进这个复杂的议题之前，为了正在收听的你，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共识。确实，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现实背景涉及了极度敏感，而且在政治上高度对立的国际冲突，里面有很多像是毁灭性的轰炸、政权更迭的呼吁，还有各方激烈的政治光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明确的声明，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绝不采取任何政治立场，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对，我们绝对不为任何国家的军事或政治行为背书。我们的目的纯粹是客观公正的报道来源资料里的事实跟论点，把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事件放进哲学论文的滤镜里去交叉比对，纯粹是为了向你传达这些原始文本里蕴含的概念。厘清这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安心进入正题了。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现在的画面，当200多架战机刚刚越境轰炸，当我们台湾的台股因为中东战火一天狂泻2000点，这真是直接烧到大家的荷包。对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该如何用疯癫来拯救这个失控的事件？我们先来盘点一下这份令人窒息的现实资料吧。根据我们手边最新的军事情报，美国与以色列发动了代号“雄狮崛起”还有“史诗怒火”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小规模的威胁哦。完全不是，这是实打实的全面冲突。超过200架战机轰炸了伊朗的核武设施，还有飞弹工厂，甚至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以及多位革命卫队高阶将领丧生，对吧？没错。更震撼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呼吁伊朗人民推翻现有政权。哇，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打击了，这是直接把目标设定在政权更迭上了。这是极度罕见的全面性压制。面对这种拥有压倒性科技与军事优势的斩首式打击，伊朗其实面临了存亡关头。任何稍微理性的军事将领都知道，在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绝对是死路一条。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伊朗并没有选择硬碰硬，他们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宏观战略，就是资料里提到的不对称消耗战吗？对，伊朗很清楚，弱者的生存法则从来不是在战场上赢得完美的会战。那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把战局拖长，让强者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政压力。所以他们把战场扩大到了全球的经济命脉，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远在中东的战争会跟正在收听的你产生这么直接的切身关系。因为他们威胁要封锁掌握全球20%石油运输的赫姆兹海峡，甚至破坏周边的能源设施。难怪今天的经济数据吓死人！就在今天，2026年3月9日，国际油价单日跳涨20%，直接冲破$100大关。整个亚洲股市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日本股市暴跌超过3500点，韩国股市直接触发熔断。那我们台湾呢？台股大盘惨遭血洗，一天狂跌超过2000点，连台积电都大跌100元。说白了，这完美印证了现代战争已经不是单一区域的问题了。强国的军事胜利立刻就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承担的通膨，还有股市崩盘的代价。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就是现代战争最真实的样貌。
伊朗的策略逻辑其实很清晰。把对手的海外战场变成对手国内选民的通膨梦魇。没错，就在这个看似无解、双方都在用尽全力毁灭对方的死局里，我们手边这篇疯癫中看到生命的希望，反而提供了一个极度冷静的视角。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篇论文提到了2位在当时都被视为疯子的思想家，一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战国时期哲人庄子。庄子最出名的就是老婆死了，他居然还能敲着盆子唱歌。他甚至到处宣扬社会上推崇的道德与知识根本是让人互相残杀的凶器。另一位则是20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鲁曼。鲁曼的理论也超颠覆的，他声称在社会系统里面根本没有人的存在，只有沟通。对，在常人眼里，这2个人相差2000多年，距离几万公里，但都很疯癫。但论文指出，他们不但不疯，他们还有一个极度深刻的核心共识。这个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这听起来很像科技术语，但它很可能就是解开今天中东死局的钥匙。要理解这个解方，我们得先拆解涉场冲突的核心病灶。用庄子的话来说，这叫做是非之心。庄子在文本里有一句话叫做“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大家都在坚持自己觉得正确，对方觉得错误。套用到这次的以美伊冲突就很明显了。美国和以色列坚信，伊朗的核武计划是绝对的生存威胁，也是恐怖主义，所以必须彻底铲除，这是他们的事。但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发展核能是他们无可退让的主权，而以色列的攻击是掠夺成性的侵略，所以他们必须报复，这是伊朗的事。双方都困在自己的绝对正义里，用自己的是去攻击别人的非。这里就可以带入鲁曼的系统理论来解释了。鲁曼指出，每一个系统，不管是心理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在观察世界的时候，都必然存在的盲点。这个盲点要怎么理解比较好？就像是你戴上了一副红色的滤光眼镜，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红色的。但我根本会意识到，红色其实是我眼镜的颜色。没错，你只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红色的。这意味着没有绝对客观正确的看法，大家都是在一个自我指涉的封闭系统里面运作。所以，当美国或伊朗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或是霸权的时候，其实都只是被自己的盲点给蒙蔽了。解释得非常精准。当双方都带着这种强烈的被盲点蒙蔽的是非之心去碰撞时，就会产生一种失控的状态。这让我想到论文里提到的一个经典比喻，就是庄周梦蝶。我们通常以为庄周梦蝶只是一个浪漫的文学想象，但鲁曼将它重新诠释为一种声音回授的吊诡现象。声音回授，这真的太有画面感了。就像我们去 KTV 唱歌，如果麦克风离喇叭太近，喇叭发出的声音被麦克风收进去，再放出来，就会产生那种越来越大声、刺耳到让人受不了的尖锐噪音。现在中东的局势完全就是这样啊！你炸了我的核子设施，我就发射飞弹炸你的特拉维夫。然后你看到特拉维夫被炸，你就派出更多战机来炸我的基础设施。这个报复的回圈就像麦克风的回音一样，无限放大，直到整个系统崩溃。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宏观的视角，目前资料库里的分析显示，中东局势大约有4个剧本走向。哪4个剧本？第一是有限度报复，第二是重启谈判，第三是区域全面大战，第四是政权崩溃更替。听起来只有第2个剧本是比较好的。是的，如果双方继续死守着我是庄周，你是蝴蝶，坚持绝对对立，不愿意跳出这个声音回授的回圈，那么局势必然会无可挽回地滑向区域大战或失控的政权更替。那问题来了，到底该怎么拔掉麦克风，打破这个报复的无限回圈？这篇论文里的2位疯子给出了2个层次的解方。第一个解方是
必须体悟到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在这里，论文用到了一个鲁曼的专有名词，叫做结构合复。我来试着帮大家具象化这个概念。想象有2个完全隔音的房间，里面的人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就像是2个封闭的系统，互不相通。对，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房间把暖气开到最强，热力会穿透墙壁，让另一个房间的人热到受不了。他们虽然无法直接沟通，但他们互为彼此生存的环境。一方的行动绝对会改变另一方的生存条件，这就是结构合复。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放到现代国际政治上，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美国的军方或许可以精准无比地炸毁伊朗的飞弹发射车，但在这个全球结构合复的系统里，这个军事动作的热能必然会引发全球油价飙升，然后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甚至影响选民对通膨的不满。伊朗的不对称战其实就是在利用这种息息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之道的第一步是决策者必须进行鲁曼所说的2阶观察。我记得第1阶观察就是看着敌人瞄准目标，对吧？没错，而2阶观察就是要能跳脱出来观察自己正在观察的这件事。决策者必须看见自己的盲点，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也就是视同彻底消灭对方，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反而极有可能在过程中摧毁了大家共同依赖的全球环境。但说实话，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偏向理论，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呢？总不能期待大国领导人像是川普、纳坦雅胡或是伊朗新领袖穆基塔巴突然放下武器去深山打坐吧？当然不是，文本在这里引入了庄子的坐忘概念。坐忘，也就是忘掉世俗定义的仁义礼乐，离形去之。为了将这个古老概念转化为现实国际政治的解封，汉学家莫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策略，叫做真实假装。等等，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概念，既要真实又要假装，这听起来很像是在教领导人们逢场作戏耶。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吧？对呀，如果今天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只是在假装，这种充满算计、没有互信的虚伪和平，难道不会比真正的冲突更脆弱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质疑。但真实假装指的并不是虚伪的欺骗，它的重点在于剥离那种狂热的道德优越感。所以还是要维护国家利益。当然，这些领导人完全可以，也必须真实的去捍卫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是真实的部分。那假装的部分呢？他们必须在心态上假装，也就是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扮演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角色，而不是宇宙绝对正义的化身。哦，我懂了。当你放下那种替天行道、除谋伪道的狂热时，谈判才能真正开始。没错，放下是非之心，意味着回归纯粹的务实操作。再像不带偏见地处理一个棘手但没有情感色彩的任务，不被仇恨绑架，这才是庄子所谓的无是非之心，也就是真正的去中心化。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引导局势走向第2个剧本，也就是重启谈判协议的途径。原来如此，放下是非之心，不是叫你放弃国家利益，而是叫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真理的神。这真的点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耶。什么问题？在这场冲突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烈的道德狂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对生死的恐惧。国家的生死与时间的考验，确实是终极的焦虑来源。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极度恐惧被周边敌对势力发动核武大屠杀，而导致灭国。而对伊朗的统治阶层来说，他们恐惧的是在内外交迫下，政权被推翻。这种对国家生死的恐惧，就是生死之心。当一个实体觉得自己快要灭亡的时候，反应绝对是最极端、最不顾一切的。生死焦虑确实是所有冲突的催化剂。那么这2位哲人又是怎么跨越这种生死之心的呢？庄子看待生死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他把生死看作日夜交替一样自然的系统演化。鲁曼则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提出，时间对意义的演化而言，并没有绝对的开始与结束。论文里提到，
过去与未来只是一种论题。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把它套用到目前的战略上，其实非常有启发性。对，因为伊朗目前打的不对称战，其实就是不求速胜，而是用时间来测试对手的耐力。如果双方能够跳脱那种如果不立刻消灭你，我明天就会死，得用一种活在当下、长远演化的系统观来看待国际关系，承认对方也是这个复杂生态系里无法被轻易抹除的一部分。那么或许就能为陷入僵局的外交斡旋，像是文本提及的阿曼与日内瓦谈判，争取到宝贵的喘息空间。不用把每一次的冲突都当成世界末日，而是视为系统寻求新平衡的过程。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总结来说，面对今天的以美伊冲突，世人的解方并不是更多的炸弹，也不是更严厉的制裁。真正的解方在于领导者们能否拥有一点点庄子与鲁曼的疯癫智慧，也就是去中心化。深度解析之前，我们想丢一个深沉的挑衅性思考，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国际大国间的是非与生死，但请你退一步想，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职场上的竞争、网络上的政治比战，还是一些人际关系的纠纷，你是不是也常常陷入自己的荷姆兹海峡？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代表着绝对的是，而急着想去推毁那个非？或许学会庄子的真实假装与鲁曼的二阶观察，不仅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解方，更是我们每个人在疯癫世界里找到生命希望的唯一途径。这点真的很值得大家放在心里咀嚼一下。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